Hello， 大家好，我是丽丽。今天这个 video 里面，我要教大家如何在哺乳期用不会减少奶量的方法瘦下来。听说哺乳妈妈很容易瘦下来，是真的吗？只要你明白瘦身的原理，就知道哺乳期是真的容易瘦下来的。瘦身的基本原理就是 calories in, calories out。只要你消耗的卡路里比吃进去的多，你就会瘦下来。卡路里就是我们每天身体运作所需要消耗的热量。成年女性每天消耗的卡路里大概是2000。那这里的2000只是一个例子，因为每个人一天所消耗的卡路里都不一样，会根据我们的性别、身高、体重、年龄，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活动量来计算。基本上活着本身都会消耗卡路里，你走路、说话、吃饭，甚至呼吸都会消耗卡路里。你上班工作，在家做家务，出门购物，这些都会消耗卡路里。所以如果你的活动量越高，卡路里消耗越多。这些消耗了的热量是需要通过食物的摄取补充回来的。如果你经常吃进去的卡路里多过你消耗的卡路里，那么你就会逐渐变胖。如果你消耗的卡路里比你吃进去的多，那么你就会逐渐瘦下来。这是很简单的原理，对吗？对呀，可是容易做到吗？不容易咯，因为食物很好吃哦。而且我们现代人很忙，没有时间做运动，加上现在的生活太方便了，你不需要走楼梯，你搭电梯你不需要走路，你可以驾车，太方便了。活动量减少，所以现代人的 obesity 过胖的问题很多。好，回到来正题，哺乳妈妈会容易瘦吗？刚才不是说吗？活动量高就可以消耗多点卡路里，可是哺乳妈妈单单喂母乳而已，每天就可以燃烧500卡路里。500卡路里是多还是少呢？那么你比较看看吧，跑步1个小时燃烧的卡路里是大概200到500卡路里之间。是200还是500呢？那就看你的体重啊、身高啊、年龄啊这些，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你跑多快。如果你整个小时全程用最快的速度去跑，1个小时500卡路里应该不是问题。快跑1个小时和喂母乳，哪一个比较累呢？我知道有些妈咪不相信哺乳容易瘦下来，因为或许她本身就是瘦不下来的妈咪之一。为什么这些哺乳妈妈会瘦不下来呢？因为大部分的情况是吃进去的卡路里比消耗的卡路里多。对，哺乳期你虽然每天燃烧多500卡路里，可是如果你吃进去的超过你的quota很多，就瘦不下来咯。我明白这个状况，因为哺乳妈妈很容易肚子饿的。可能你刚刚吃饱饭不久，可是在亲喂中或者泵奶中就会忽然间肚子饿了，甚至整天都会觉得想要吃东西的。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你的身体是需要额外的热量来制造奶水啊。那如果你是哺乳期瘦不下来的那一类妈咪怎么办？哺乳妈妈可以减肥吗？单靠哺乳瘦不下来的妈咪，想要在哺乳期瘦下来的话，是可以减肥的。可是请注意，你一定要用对的方法，用错方法呢，可能会影响奶量。用对方法的话，你不但可以成功瘦下来，而且还不会影响奶量，说不定还可能会增加奶量呢。哺乳妈妈减肥，第一，千万不要随便买什么减肥药物或者减肥食品来食用，尤其是网上卖的那些减肥产品真的很冒险。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一些女性使用了某些网购的减肥产品，然后搞出人命的新闻吧。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和健康开玩笑。
如果是那些已经存在多年，很多人吃过都没有问题，而且还说哺乳妈妈可以安全食用的减肥食品，可以吗？我个人是不鼓励啦，各位妈咪。哺乳期为了自己的健康还有 baby 的健康着想，请尽量多食用天然的食物，越少经过人工处理的食品是越好的，而且营养价值会更好。第二，不要乱学那些各种各样的减肥饮食法。我知道时不时会有新的减肥 concept 出现，比如说 keto diet 啊 intermediate fasting 啊什么的，虽然有些还真的挺有效的，可是哺乳妈妈有些饮食法真的是不适合哺乳妈妈的，比如说 keto diet 生酮饮食法这一类必须大大降低碳水化合物摄取的饮食法。为什么不适合呢？因为哺乳妈妈是需要碳水化合物的，而 keto diet 是几乎不碰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说平时的粥粉面饭都几乎不碰。这个对哺乳妈妈来说不行啊，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热量的主要来源，如果你忽然间大大降低了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即使你从脂肪或者蛋白质之中摄取足够的热量，忽然间的营养摄取大转变，会给你的奶量很大的打击。如果你真的很想尝试这类低碳的饮食法，即使你怀孕之前有用过这种低碳饮食瘦身的成功经验，我还是建议哺乳期的时候呢，先咨询营养师，不要贸然开始低碳的饮食方法。事实上，最适合哺乳期的减肥方法就是做运动。等下，不要管，听我说完。我明白这个心情，我自己曾经也是这样子，听到说做运动的建议就翻白眼，没有兴趣了，对不对？我知道我自己曾经也是这样子，懒惰做运动，不喜欢做运动。可是在1年半之前开始，我已经有了每一天早上起来做运动的习惯。我现在就是要教你怎样让自己有做运动的习惯。说到做运动，我们的借口通常就是没有时间，对吗？当然也是有些人很老实的说，我就是懒惰做运动啊，怎么样？我也曾经是这样子，但是我是怎样做出转变的呢？我相信大家 Facebook 里面都会有一些健身狂的朋友存在，对吗？他们时不时会 post 自己去 gym 啊、跑步啊、做 yoga 啊等等的运动照片，然后你看了可能也有去试过他们做的这些运动。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曾经试过签一个 gym 的配套，花了钱逼自己去做运动。这个我也试过啦，结果怎么样呢？去 gym 折磨了自己一段日子过后，不懂怎么样，没有了动力，钱花了就算了啦，满期了就去 cancel 掉咯。那如果你是喜欢玩 gym 喜欢玩那些器材的话，你可以不妨试试看的，说不定你要请一个健身教练来帮你会更有帮助。可是我承认去 gym 的运动方式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用的。也常听人家建议说跟朋友一起去做运动，去跑步啊、跳舞啊、yoga 啊，这样子有个伴，有人鼓励你，在你懒的时候推你一把，让你懒不下去。如果你是喜欢参人的话，真的不妨试试看这个方法。可是对我来说这个也不行。第一，我不喜欢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运动，比如说跑步跑到上气不接下气，这样子狼狈死了。还有，如果我真的很累或者不舒服的时候，朋友继续扮演那个鞭策我 push 我爬起来做运动的角色呢，我会觉得很烦很讨厌的，说不定会逐渐疏远那个朋友。你可以说我的性格问题也好，你也可以说是借口，我都不介意。我承认这个方法对我没有效，说不定对你有效，你可以试试看。
几年前，我那位营养师兼 IBCLC 的朋友 Jess Wong， 他建议我尝试跟着某位健身教练的 video 去做运动，也不懂为什么我就接受了他的建议，然后开始自己在家做运动，这样子坚持了大半年，成功瘦了接近8到9个 kg。 大半年过后却逐渐放弃了，这是为什么呢？虽然那些 video 是的确很有效，可是很喘很累，有些动作真的很吃力，还没有跟得上，又开始另外一套动作了。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自己做了那么久还跟不上，会逐渐失去这个动力。然后刚好那时候家里出了一点事，就完全不做运动了。现在我每天早上都会做的运动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其实我是 gamer， 我一直都爱玩 game。从2019年5月开始呢，我每天早上都会玩一个叫做 Switch Fitness Boxing 的 game。 说是运动，同时它也是一个节奏游戏，只要你跟着游戏的节奏挥拳呢，你就可以得分，成功了就会有成就感。刚开始我还会每个月休息几天，到后来我每天都会爬起来做早操，即使来月经经痛也会坚持做。神奇的是，一旦开始动起来，运动中经痛也没有那么痛了。这些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为什么我可以坚持每一天都做运动呢？就是因为我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方法。我爱玩 game， 我内向不爱缠人，我不喜欢被人看到我做运动。玩这个 boxing game， 我可以在自己的房间不被人看到，当做玩 game 那样去运动起来。各位妈咪，你也是可以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的。如果你不喜欢躲在家，那么就选择去外面的跑步之类的吧。如果你不喜欢被人看到的话，那么就躲在家咯。如果你不喜欢做到气喘的，就做 yoga 吧。根据你自己的性格，找一个你觉得不介意重复做的运动方式，不是一时之气，不是突发的爆发的努力。要瘦下来，就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愿意持续下去的运动方式。我曾经看过有人说，运动后不可以喂母乳，说运动后母乳会变酸啦，或者运动会减少奶量什么的。这些全都是胡说八道。如果妈咪做的是地狱式鬼神级的训练，说不定会有影响呢。可是适量的日常运动不但不影响母乳，而且还会有帮助奶量增加哦。因为当妈咪有做运动的习惯，运动有帮助心血管健康啦，提高最大摄氧量，也就是 VO2 max， 这些都有帮助妈咪的体能变好，变得更强壮，晚上更容易入睡，也能降压。当你整体的健康状况改善，身体变得更好，奶量自然也会增加。只是妈咪们要记得，运动过后一定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因为你们运动的时候流汗流失的水分是需要补充回来的，要不然就会减少奶量了哦。减肥第一个障碍就是懒惰做运动，第二个障碍就是爱吃。事实上，留意你的饮食会比运动更重要。如果你很积极做运动，可是在吃的方面却不控制的话呢，即使你不会变得更胖，也可能会遇到瓶颈，就是说你减肥没有进展。先说正餐，减肥期间你是不需要挨饿的。挨饿的话，一来你不可能持续下去，二来太饿的话，当你有机会吃的时候，你反而会吃过量。3餐都应该吃，尤其是早餐更加不可以 skip。 接下来就是零食，或者是你爱吃的食物。一般上大家爱吃的食物都是不健康的吧，薯片啊、奶茶啊、甜食啊这些，因为健康的东西一般不好吃哦。减肥呢，你不一定完全不碰这些食物的，久久吃一点点就好。如果真的嘴痒很想吃零食的话，我建议你
准备一些健康的小零食，比如说那些 trail mix 啊，就是里面有坚果啊、瓜子啊、果干这些混合在一起的零食。还有水果啊，可以买点香蕉、葡萄这些拿起来就吃的，也可以把黄瓜、红萝卜、沙葛这些切条来吃。另外，我会建议妈咪在手机下载这些记录饮食卡路里摄取的 app， 比如说 MyFitnessPal 这些 app 呢，就可以计算如果你要达到理想体重的话，每天需要摄取多少卡路里，然后你又可以记录下每一餐吃过什么东西，估计自己大概还有多少quota可以吃。如果呢 App 里面没有我们马来西亚的食物的资料，你可以下载马来西亚本土制作的 My Nutri Diary 来参考。通过这一类的 App， 你就可以计划自己一天的卡路里摄取量。我一直相信这一句话，就是做运动是为了可以吃更多的美食。如果你是吃货的话，更加要坚持每天做运动。喂母乳和瘦身真的很相似，大家都想要走捷径，想要靠吃什么食物或者药物，不需要费力气就可以达到目标。但是两者都没有捷径，都是需要有改变生活习惯的觉悟，愿意建立新的生活习惯才能够达到目标的。很多人以为哺乳和瘦身都有很多限制，什么都不能吃，但是事实上两者都不是那么多限制的。最重要的是你有去深入了解那个原理，或者有一个专业人士教你的话，那么你的成功率就会比较高。重点还是 sustainability， 能不能持续下去，全看你有没有尝试去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找到了，你就一定能够持续，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做法。说真的，如果你有坚持哺乳的毅力，你体内某处就一定会有坚持瘦身的毅力。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曾经成功凭自己做运动和控制饮食来瘦身的话，那么你也一定会有足够的毅力坚持喂母乳。如果你两个都没有成功过，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而已。给点时间自己坐下来想一想，你目前的生活有什么是你可以改变来帮助自己达到哺乳或者瘦身目标的呢？或许你只是需要做出那一个改变，接下来其他的改变就可以一步一步来，慢慢更接近你的目标。加油！好啦，今天的 video 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时间，也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小小的心得。我是丽丽，拜拜。